甄嬛传》中太后是真的喜欢沈眉庄吗？又是给沈眉庄升官，又是给沈眉庄赐酒的太后，为什么在沈眉庄难产去世的时候不闻不问呢？这期咱们就来唠唠太后为什么不闻不问。第一点，沈眉庄事发时接近太后睡觉时间。沈眉庄难产大出血的前提是安小鸟派人给沈眉庄报信，说甄嬛和温实初私通，导致沈眉庄挺着孕肚火急火燎赶往事发现场。经过艰辛又漫长的生产之路，沈眉庄生下了静和公主，便撒手人寰。从甄嬛哭着走出室外中可以看到，此时天色已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咱们往回看四阿哥绿豆汤事件，当时四阿哥撞到沈眉庄，请他帮忙自己，而那时正好就是晚上。如果不是沈眉庄带着四阿哥去见太后，四阿哥很有可能是进不去太后宫里的。原因无非就是太后年事高了，也就不管事儿了，除非很红的人，要不然太后是能不见就不见。第二点，太后和皇上闹僵，外加身体不好。太后因为隆科多的缘故和皇上关系逐渐僵化，当时皇上铲除了年氏一族，就把矛头指向了隆科多。太后清楚皇上的心性绝对容不下隆科多了，于是太后亲自上阵替皇上解决了隆科多。但也正是从这时起，太后有了心结，身体每况愈下。可见沈眉庄难产期间，太后的身体状况并不好。就连甄嬛在替玉娆摆脱皇上的魔爪时，甄嬛提到太后已经病危，随时可能轰了。如今太后命悬一线，这件事情一定要趁早办，免得太后一旦崩逝，你们还要守3年国丧，夜长梦多。虽然这时沈眉庄已经下线，但太后的身体一直由太医在悉心照料，不可能是突然间病危的。可见沈眉庄难产期间，太后身体确实不好。加上太后自知自己的位置，如果贸然插手后宫之事，也只会让皇上不悦。第三点，相比于喜欢沈眉庄，其实太后更看重的是乌拉那拉氏的荣誉。沈眉庄受惊难产之事看似是安小鸟做的，但安小鸟背后的人是谁啊？是皇后啊！如果太后派人查下去，估计和皇后脱不了关系。这样一来，皇上一定会对皇后心生嫌隙，那么乌拉那拉氏的荣誉也就毁在皇后手里了。正是因为太后知道查下去的代价，也正是因为太后太过于看重家族的荣誉，所以太后才一直纵容皇后，哪怕皇后戕害嫔妃，残害皇嗣。反正你做这样害人的事也不是头一回了。你的亲姐姐纯元皇后怎么死的，你比哀家清楚，连同新贵人和富察贵人2次小产一起算上，你造的孽也不少了。可见太后对皇后的所作所为早已心知肚明，她只是为了家族的荣誉，才对皇后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第四点，太后作为上一届的宫斗冠军，她知道沈眉庄和甄嬛感情深厚，所以沈眉庄难产这件事，甄嬛不会轻易罢休，因此太后这么做也是坐山观虎斗。毕竟滴血认亲这件事儿闹得满宫皆知，皇后伙同蛙六和安小鸟发难甄嬛，找来绯闻和静白指证甄嬛和温实初有染，进而质疑六阿哥的血统问题。这时安小鸟派人通知沈眉庄前来，导致沈眉庄听到温实初自宫受惊难产而死。那么是谁害死了沈眉庄？答案很明显，表面上是安小鸟，实际却是皇后设下的连环计。皇后以为稳操胜券，却不想被甄嬛逆风翻盘，还趁机撤。但在原著中，太后因此事十分痛恨安小鸟，就连安小鸟挺着孕肚给太后请安，太后见都不愿意见。可见虽然剧中太后没有表现出十分悲痛，但实际上沈眉庄的去世还是让太后难过万分。因此在滴血认亲这件事后，可见太后是默许了皇上对皇后的处罚。这对一个把自己家族荣耀看得比天还重的人来说，这也算是对沈眉庄最大程度的支持了。